最近这场围绕安氏半导体而起的欧洲芯片风暴，已经从一个企业事件迅速变成席卷欧洲汽车业、荷兰政府甚至中欧关系的大型连锁反应。原本大家以为这只是荷兰冻结对中国出口一些晶圆的小动作，过几周就能谈判结束，没想到却像被悄悄点燃的引线，越烧越长，最后直接炸在欧洲车厂的供应链上。事情的开端其实很简单，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安士奈克贝热在荷兰工厂的晶圆出口采取限制，表面上是担心技术外流，实际更多是风向跟着美国走。但荷兰可能没想到，哪怕这些芯片技术不高，单价低，几乎算是汽车行业的鸡饲料，它们依然是车子能不能组装成功的关键。没有这一颗颗看似不起眼的小芯片，车厂再高级的发动机，再贵的电池包也派不上用场。欧洲各大汽车制造商在短时间内就发现情况不妙。根据产业内部流出的消息，车厂的现有库存大概只够再撑几周。如果晶圆持续无法流向中国东莞封测，那整个供应链就会突然断掉。断链的后果不是某家车厂亏一点，而是欧洲车市有可能面临大规模停产，销量与员工生计都会受到冲击。而就在这时，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像投下一颗深水炸弹。他指出，多家欧洲车厂已经开始秘密协调，准备绕开荷兰政府的限制。他们讨论的方式并不是去游说荷兰放宽管制，而是干脆不走荷兰，直接从安士位在德国汉堡的工厂取得晶圆，再送往中国东莞进行封装加工。这条路线不仅合法，也几乎绕过了荷兰的所有管控权。更关键的是，参与讨论的车厂绝不是小品牌，而是大众、博世，甚至部分日系车厂等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的巨头。换句话说，欧洲汽车业已经受不了荷兰的政治操作，准备自己找出路，自己保命。对荷兰而言，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本来想借这个芯片制裁显示欧洲在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却没想到被自己人背后绕过去。对于车厂来说，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要政治，我要活下去。每一辆车的系统、电控、气囊都需要这些基础芯片，没有它们，一辆车就是一堆钢铁零件而已。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过去，中国对晶圆封测采取负责任大国的方式，表示只要相关国家提出申请，通过审核就能继续合作。但荷兰的僵硬态度把整个局面拖到僵持点，让中国的封测厂即便想帮忙，也因为没有晶圆而空转。照目前的库存估算，如果没有新的晶圆来料，中国方面能封测的存货大约只到12月初。也就是说，再过不久，整个欧洲车厂的供应链将可能面临真正的断崖式中断。欧洲这边越绕越急，中国那边也在加速调整。安士在中国的工厂已经明显加快扩产节奏，上海、无锡两地的产能同步升级。中国籍工程师从荷兰总部被紧急召回，本来被视为不得不依赖荷兰的制造环节，现在被重新评估为完全可以在中国本地实现。此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就出现了。荷兰的限制本来是为了阻止中国在芯片领域扩张，但最后却强迫中国以更快速度走向自主生产。而欧洲车厂为了活命，则绕开荷兰，把生意继续送向中国。换句话说，荷兰想卡中国，但被市场力量卡了自己。这种局面已经让欧洲不少专家开始反思，制裁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说欧洲是否在用错误的方式处理全球供应链。原本这种低端晶片并不是中欧之间的战略竞争焦点，但在政治干预之下，却被硬生生做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断点。而最讽刺的是，这个断点造成的伤害，首先不是中国，而是正在为芯片发愁的欧洲车厂。安士事件走到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争议，而是揭开了欧洲内部长期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政治逻辑与产业逻辑开始严重冲突。而这一次后果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说欧洲车厂绕开荷兰是为了自救，那安士在中国的动作则像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转变。过去外界总以为安士虽然属于中国企业，但关键研发与制造能力仍集中在欧洲，尤其是荷兰总部。然而这次的事件像是一根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中国分部不再依赖欧洲缓慢与多变的政治环境，而是加速把制造与技术能力全部往本土收拢。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批被紧急召回的工程师。据报道，
安氏在荷兰的中国籍技术人员大约有200人，在荷兰政府持续施压公司治理，甚至试图剥夺中国管理层权力之后，这些工程师被公司迅速安排回国，支援上海与无锡2处的扩产项目。这不只象征着人才的回流，也象征着技术中心正在发生移动。过去要依靠荷兰的部分设计验证或中式流程，现在这些能力开始逐渐在中国重新建立，而扩产的速度更是超乎一般人想象。上海和无锡原本就具备成熟的功率元件和基础芯片生产能力，但这次扩产幅度直接把月产能推向5万片的规模，几乎达到欧洲总部的产能水准。就连多位业内人士都承认，这样的扩产速度在欧洲几乎不可能发生，不仅因为法规多，也因为投资审批缓慢。但在中国，一旦企业决心要做，加上地方政府迅速协调资源，简化流程，产能可以在几个月内被拉起来。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制造成本比欧洲低得多。相关估算显示，在中国制造同样的芯片，可以比欧洲减少约18%的成本，换算下来，1年能够节省10亿人民币以上。对于利润空间不大的基饲料芯片来说，这简直是救命的优势。也因此，一旦中国本地的产能完全成型，欧洲生产反而会显得成本过高，效率不足。这种落差会进一步推动产业往中国集中。然而，扩产不仅是反制荷兰，更是中国过去10年技术积累的自然结果。中国在教育体系里大举推动跨领域合作，从大学开始就要求工程、计算机、材料等专业加入 AI 与数位制造的元素。大批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搭配产业链根深蒂固的整合能力，让中国在从高铁到半导体的多个领域都有快速追赶甚至反超的迹象。许多在硅谷工作的华人工程师常说，回到中国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你只要告诉团队你的目标，他们立刻就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把原型做出来。这样的人才密度与执行能力是欧洲目前难以比拟的。这种速度在安氏事件中再一次体现。欧洲因为政治原因不断拖延，荷兰政府坚持冻结晶圆出口，却忽略全球供应链已经不像10年前那样能被单点卡住。只要中国愿意，完全可以把缺口补上。甚至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的反应还算克制，一直强调自己愿意承担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只要荷兰愿意解除限制，双方仍可继续合作。但荷兰的坚持最终只会让更多生产线迁移到中国，尤其在工程师回流与产能提升之后，整个安氏的制造链条很可能不再需要欧洲那部分。这对荷兰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荷兰政府一开始认为自己掌握了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却忽略了现代供应链的弹性极大。你堵住一个口，企业自然会从别的口绕出去。你让一家企业难做，它就会把业务移往其他国家。而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新制造中心，一旦真正实现自给自足，荷兰将会失去的不只是出口，而是整个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更讽刺的是，欧洲车厂越是绕开荷兰，越把订单与封测需求交给中国，而中国工厂扩产越快，越能用规模优势吸引更多客户。久而久之，一个新的事实就会浮现：安氏的中国制造线比荷兰制造线更稳定、更便宜、更可靠。当技术人员与生产能力都在往东方集中时，制造业版图自然也会随之变化。许多专家已经提醒，荷兰如果继续以政治凌驾产业，不仅不会让中国被卡死，反而会促成中国在中低阶芯片领域的全面崛起。一旦中国产能完全成熟，欧洲要再把供应链拉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安氏事件原本只是一次企业治理争议，但它正在悄悄重塑全球产业的力量平衡。从工程师回国到产能倍增，再到欧洲客户自己回头找中国合作，这一连串变化显示，未来的芯片制造中心也许已经不再在荷兰，而是在更庞大、更灵活也更具执行力的中国。要理解为什么安氏事件会在欧洲引起这么大的震荡，我们就必须回到这颗被称为基饲料芯片的核心产品本身。很多不了解汽车结构的人可能会以为，真正重要的芯片应该是那种高阶制程，动辄几十美元甚至上百美元的运算晶片才会影响整车生产。但现实恰恰相反，真正能让整个产业陷入瘫痪的，往往是这些低技术、低成本、低利润，却在每辆车上成百上千存在的基础元件。这类芯片便宜到什么程度？最早只要25美分一颗，后来因为需求紧俏涨到1美元左右，仍然便宜的惊人。它们没有高深的架构设计，
也不需要先进制程，但它们的意义在于，几乎所有车辆的电控系统都靠它维持正常运作。从安全气囊到电动车的电池管理，从方向盘灯号到 ABS 模组，这些基础芯片无处不在。它们就像车子的神经末梢，看似不起眼，却是让整台车协同工作的根本。一辆传统油车平均需要600颗这样的芯片，一辆电动车则可能需要上千颗。数量一多，它们就不再是小问题。只要有一个关键型号缺货，整条生产线就得停下来。因为汽车不像手机或电脑，不能缺了一个功能也照样卖。车厂无法冒险，尤其是欧洲车厂，他们对品质要求高，也对供应链的稳定高度依赖。只要有一个零件不齐全，整辆车的检测认证就可能出问题。而荷兰这一次冻结出口的，正是生产这些基础芯片所需的晶圆。听起来技术含量不高，但供应链却非常依赖特定产地与特定封测流程。只要这条链条断了，车厂再优秀，品牌再响亮，都得乖乖停工。所以欧洲车厂才会在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拉起警报，不断放话库存只剩几周。这不是夸张，而是整个产业链经过 COVID、地缘政治冲击与库存波动后，已经没有能力承受任何卡点。更吊诡的是，这类芯片本来最不应该被政治化，因为它不是高技术，也不是军事级别的敏感技术。中国其实完全能自己生产，只是基于产业效率和全球合作。过去一直和荷兰工厂配合生产与封测，这种安排保持了供应链的稳定，也让欧洲企业受益。但随着荷兰的政治介入，把一件技术属性极低的产品硬生生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产业链被迫断裂。结果没有伤到中国，反而先把欧洲车厂逼到悬崖边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反应其实相当克制。中国在事件初期便明确指出，愿意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处理问题，只要相关国家提出申请，通过审核便能继续取得封测好的产品。换句话说，中国没有把问题政治化，为的是让供应链尽可能正常运作。但荷兰的动作让问题变得不再是技术限制，而是管理权争夺。荷兰政府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施压暗示，甚至试图调整管理层，结果只成功激起中国方面更大的警惕。而中国真的要自己生产，也并非难事。无论是中芯国际或上海的其他代工厂，都有能力制造这种成熟制成的芯片。只是过去大家都愿意按照既定合作方式来做，因为那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但荷兰逼得过头后，中国企业自然会往另一条道路走。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提醒，荷兰的行为很可能加速中国的全面国产化。而一旦中国的自给自足形成规模，欧洲将不再具备议价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产业分析师会说，这类基础芯片看似不起眼，却是最能反映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产品。它本身价值不高，却牵动整个汽车产业的高价值环节。一条电池生产线停一天是巨额损失，一辆车因为缺一个芯片而无法出厂，对企业的现金流和季度报表都是实打实的压力。供应链的力量就是这样连锁而现实。而从更大的视角看，这些小芯片也代表了一个更重要的趋势：中国在半导体制造，尤其是中低阶领域，已经不再是追随者，而是逐渐成为生产中心。过去欧洲可以自信地认为自己掌握核心生产线，但现在人才、产能、供应链正在悄悄往东移动。荷兰这一刀切下去，切断的不是中国的技术发展，而是自己与全球合作的桥梁。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讽刺的循环：荷兰想卡中国，却逼中国成长；欧洲车厂想保持产业稳定，却被迫绕过荷兰。这些基饲料芯片看似微不足道，却在关键时刻揭开了全球科技地缘政治下最真实的力量对比。安氏事件发展到现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现实浮上台面：荷兰以为自己握着全球供应链的命门，能够以冻结晶圆出口来施压中国，甚至牵动整个安氏的管理权。但实际情况却逐渐变成相反方向，被制裁的一方不是大陆，而是欧洲自己，尤其是荷兰的半导体产业。这种反作用力正以一种缓慢但明显的方式发酵，而最终的赢家很可能是已经迅速补位的中国生产体系。要理解这种反噬效应，先得从供应链的基本逻辑说起。在过去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分工体系中各取所需，荷兰负责晶圆制造与部分关键设备，中国负责封测与规模化生产，欧洲车厂则依赖这条稳定的跨国合作线，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确保品质。然而当荷兰一刀切下去，企图以政治理由将中国排除，产业链的合作基础瞬间被打破。此时产业链没有停顿，它会自己寻找新路径，而这个新路径显然正在远离荷兰。从车厂绕到德国晶圆，到东莞封装来看，欧洲制造商已经用脚投票，不愿再被荷兰的政治决策绑住。更严重的是，一旦这些企业习惯了绕开荷兰的路径，这一条替代路线就会变成新常态。经济行为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企业一旦找到更便宜、更稳定、更不受政治干扰的供应来源，就很难回头。对荷兰来说，这意味着它正在失去在全球基础芯片供应链中的绑定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的供应链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成型。无论是工程师回流，还是上海、无锡的产能扩张，都说明安氏本地化制造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过去中国与欧洲之间你做晶圆，我做封测的合作方式，正在被一种更完整的从设计到制造一条龙的中国链条取代。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过去中国没有强行自治，是因为合作更有效率。但当合作不再持续，中国的自治能力立刻启动，而且成本更低，速度更快。长远来看，这对荷兰无疑是巨大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产业面的，更是结构性的。因为一旦中国完成自给自足，它的生产规模与市场体量都远超过荷兰。换句话说，一旦平行产业链建立，中国版本会因为规模优势迅速压倒欧洲版本。到那时，全球车厂为什么还要坚持向荷兰买晶圆？除了成本更高，出货还可能受到政治干扰。相比之下，中国供应链稳定、体量大、成本低，是更符合产业逻辑的选择。荷兰这次的动作本质上是把自己从供应链中切出去。原本如果维持合作，荷兰还能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产业交流中持续获利，但他选择站在美国阵营，以国家安全为由削弱安氏中国团队的经营权，并限制出口晶圆。这就像在自己的供应链动脉上扎了一针，又寄望整个身体可以继续正常运作。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市场逻辑。更讽刺的是，当荷兰以为自己握着主动权时，中国已经在另一端默默加强生产能力。只要中国真正实现独立生产，那么荷兰对中国的制裁手段基本会失效。而安氏荷兰基地若无法恢复对中国出口，产能会因为失去最大客户群而迅速闲置。毕竟安氏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与亚洲。如果失去亚洲订单，荷兰本部无论如何都撑不住原本的产能配置。产业专家早就提出警告，一旦中国形成自己的晶圆到封测的完整体系，欧洲想再把供应链绑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企业永远会选择稳定的供应链，而不是不断被政治操作干扰的供应链。尤其在汽车这样的产业中，每个停工日都是钱，每个延期都是风险。荷兰的政治决定并不会让欧洲车厂感到安全，只会让他们更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所以从宏观来看，这不仅是一次企业治理争议，而是一场供应链区位迁移的关键时刻。荷兰本来拥有一个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但他自己在这场风波中把这位置推了出去。中国则在压力下加速成熟，甚至在整体效率上超过了欧洲版本的供应链。最终摆在欧洲企业面前的问题很简单，你要一个政治风险高、成本高、速度慢的供应链，还是要一个稳定、可预期而且规模持续增长的供应链？答案显然不需多说，安氏事件的发展方向已经提供了最清晰的预兆。那个供应链中心正在从北欧悄悄移向东方。在安氏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之际，欧洲又在另一个关键领域做出更激烈、更代价高昂的决策，全面拆除华为设备。这场行动的规模远大于安氏事件，因为它牵涉的不只是企业，而是整个欧洲的通信网络、电力系统与基础建设。尤其是当欧盟正式宣布要全面加强对华为的限制，并要求成员国在 5G 建设上逐步淘汰华为设备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眼前：欧洲真的承担得起这样的成本吗？要知道，华为在欧洲的渗透率从来不是秘密，而且远比外界以为的更深。过去10多年，欧洲的许多国家为了加速网络升级，几乎都选择华为作为主要设备供应商。一方面是因为华为价格更亲民，另一方面是因为性能稳定、覆盖范围大、维护成本低。
在市场机制主导的时代，这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花同样的钱买更少的服务，更不会愿意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去追求政治正确的昂贵替代品。也正因为如此，华为在欧洲的设备占比高得惊人。像挪威这种地广人稀、通信密度高的国家，华为是占率高达70%。德国作为欧洲科技和工业中心，60%5G 设备来自华为。甚至英国虽然早年跟随美国封杀华为，但在禁令前，华为仍占其 4G 与早期 5G 架构的大约40%。这样的基础设施比重，决定了欧洲若要拆除华为，绝非换几根天线、换几台机柜那么简单，而是要把整个通信网络的骨架重建，成本自然也高得难以想象。德国政府为了协助电信业者拆除华为设备，预计将投入高达700亿欧元的补贴。这不是整个欧洲的花费，只是德国一个国家，更不用说英国先前换设备时估计的200亿英镑开销，以及其他国家可能追加的巨额拨款。欧洲不少分析人士担心，整体拆除费用可能轻易突破数千亿欧元，而且这只是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如网络覆盖中断、维护的人力增加、技术转换期的效率下降，可能更难估算。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替换并不是你拆掉它，我装上我的简单动作。通信网络有复杂的协议和庞大的专利体系，而华为正是全球最重要的 5G 专利持有者之一。56000多项关键专利不是一句禁止使用就能被取代的。欧洲若转向爱立信或诺基亚，同样要支付庞大的专利授权费用，还要面对设备兼容性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欧洲选择摒弃华为，不只是选择了更高的成本，还选择了一个技术上更困难、更耗时的道路。而更尴尬的现实在于，欧洲其实比美国更依赖华为。美国大多数基础设施早已避免华为设备，但欧洲国家为了加速覆盖、减少预算，一直在大量使用华为产品。现在若突然全面拆除，无异于用一把刀割掉自己赖以生存的通信基理。专家甚至警告，若电信商无法负担更换成本，可能导致网络覆盖质量下降，甚至影响到地铁、医院、电网以及交通信号系统。欧洲民众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经历网络变慢、覆盖不稳、服务中断等不便。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场所谓的拆华为行动显然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意味，但欧洲却必须为此付出经济代价。美国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施压欧洲，但欧洲真正承担成本的却不是美国，而是欧洲自己的企业和民众。这种不对称让许多欧洲内部人士越来越困惑，他们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在努力，还是在替另一个大国承担战略成本？中国的反应也很直接，除了外交部严正批评欧洲违反市场原则外，华为也以你用国家安全检查我，我也对你国家安全检查回去的方式回应，用对等审查来表达态度。而这意味着欧洲厂商在中国市场的未来也可能被严格审查，甚至面临类似的限制。这种双边对峙不仅伤害企业，也损害了本来应当互利的科技交流关系。但最根本的问题仍在于，欧洲有没有能力真正承受没有华为的未来？基站可以换，设备可以拆，但替代品真的足够好吗？欧洲愿不愿意花数十年，用更高的成本去追上本来已经实现的进度？在许多专家看来，这场拆除行动不仅会让欧洲网络建设成本飙升，还会让欧洲在通信基础建设上至少落后3到5年。在数字时代，这样的落后可能意味着产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因此，当欧洲一次又一次重复国家安全的口号时，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这真的是安全，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如果是安全，为什么欧洲常年依赖华为却没有出过严重问题？如果是表态，那这种表态是否值得以数千亿欧元、民众生活品质下降、产业竞争力受损为代价？随着这场拆除行动逐渐推进，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在成型：欧洲并不是在拆除华为，而是在拆掉自己的网络基础命脉。真正的代价可能在未来10年才会慢慢浮现。随着安氏事件与华为拆除潮在欧洲同时发酵，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两件事虽然发生在不同产业，却都指向同一个更深层的核心：全球科技格局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重新洗牌。它不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品牌之间的胜负，
而是世界上两个巨型力量的博弈正压在每一个国家的选择上，而欧洲似乎正站在这场科技权力斗争的中央，被迫在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市场现实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事实上，从安氏的晶圆封锁到华为设备的拆除，欧洲在表面上看似强硬，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措施，但在更深的层面，它暴露出的并不是强势，而是一种失去技术主导权之后的焦虑与不安。欧洲曾经是全球科技工业的强国，从通信标准到汽车工程，再到半导体设备，几乎在每个关键产业中都有话语权。然而，在过去10年里，美国依靠庞大的科技资本力量，中国依靠规模化制造与快速技术成长，两大阵营的竞争让欧洲逐渐被边缘化。如今的欧洲更像是夹在两股洪流之间的被动追随者，只能用政策来弥补自身在科技实力上的落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分析人士会说，欧洲这一连串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动作，本质上并不是因为技术真的存在安全疑虑，而是因为欧洲无法承受自己在科技权力结构中持续走向弱势地位。这种焦虑让他不得不选择政治化手段，希望用行政力量把中国挡在门外，然后期待本土企业能趁机追赶甚至重建竞争力。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策略从未真正成功过。历史告诉我们，科技的竞争从不是靠赌别人、拆别人就能赢，而是要靠自身的创新能力、产业规模以及持续投入来实现。然而反观中国，在这两件事件中展现出的态度完全不同。无论是芯片供应链断裂，还是 5G 市场遭遇排挤，中国的回应都不是立刻走向全面反制，而是默默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制造能力与研发体系再往前推一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际观察者会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不是靠政府喊出来的，而是被一步步逼出来的。外部压力越大，中国在研发、制造与供应链整合上就越快成熟。过去很多人以为中国只会组装，不会创新，但如今无论是芯片制成、通信设备还是 AI 技术，中国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也正因为如此，这场看似针对企业的制裁与拆除，最终反而让全球清楚看见科技产业中的权力迁移。美国仍然掌控高端芯片设计与关键架构，中国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制造体系与应用规模，而欧洲则在努力守住自己的地盘，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在供应链中可替代性变高，不可或缺性变低。这正是全球科技竞争最残酷的地方。你不能单靠过去的辉煌维持今天的地位，你不创新就会被产业链自然淘汰。这场争斗已经不再只是品牌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更长、更深、更复杂的技术权力结构战争。华为不是单纯的企业，它代表的是中国在 5G 时代的技术自信与全面突破。安氏事件背后不是一个晶圆能不能出口的问题，而是欧洲意识到自己在基础制造上的不可逆势弱化，而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技术力量持续扩大，因此必然会通过盟友体系加强封锁。欧洲在其中被拉上战车，虽然是以安全为名，但实际承担代价的却是他自己的产业。未来的欧洲会不会后悔？也许会，但短期内他仍然会继续这条政治化的路线，因为这是他唯一能让自己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看起来仍然有地位的方式。然而产业不会说谎，从汽车芯片到通信设备，从基础制造到人才流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趋势：全球科技的中心正在持续往东方移动，而这个移动趋势不是一两次政策就能逆转的。当欧洲一次又一次用封锁或拆除来彰显立场时，中国却一次又一次以建设、扩展与技术迭代来强化自身。这两种不同的策略最终会把全球科技地图重新划分，而欧洲若无法在创新与投入上真正提升自身实力，那么无论它拆掉多少华为基站，冻结多少晶圆出口，也无法真正改变它在这场科技大赛中的位置。如果说安氏事件揭开了供应链的脆弱，那么华为事件则揭开了欧洲科技焦虑的底层逻辑。而这场科技战的最终胜负不会在会议室里见分晓，而会在实验室、在工厂、在市场、在国家之间真正的技术实力对决中浮现。